前两天打了个电话，跟我老婆，就又说起来，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。啊，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？李仁俊。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？也投给李仁俊。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。20年了。哎，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？我跟你说说。我不好奇，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，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，就跟现在一样。你怎么看我，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很快，代理2个字就拿掉了，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，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，更好地维护法治统一。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，更是我的理想。祝顺利。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。一路平安。你什么时候走？我没事儿，还能陪您再待会儿。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？不是要当律师吗？还没想好呢。是得好好想想。这年轻人找工作呀，跟找对象一样，得谨慎。主任，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？看出来了。我讨厌你干什么呀，傻子！你看啊，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，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，我也比不了。就说小张吧，我们都是年轻人，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，又有热情，我也跟他差远了。主任，我走到今天，我考了4个证，可是呢，我还是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。我说了，您别不爱听，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拮据。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，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。你也想赚钱，赚钱没什么不好的。我也想赚钱，谁也不比谁高尚，真的，子妍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好好过下去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看你跟我这么久，其实我特别了解你。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，所以不管在哪儿干什么，都能干得漂亮。来，加油！祝顺利！
我们在咖啡馆找到了他的工作班，李安福。我们呢也跟3个受害人聊了一下，现在基本上能够锁定整个这个套路贷嫌疑人就是他。之后呢，我查了李安福的户籍档案，他不是咱们青城市人，不过呢，好像16、17岁就到这里来打工了。社区人口普查显示啊，他至少换了7、8次的登记住址，大多数情况呢都是一些零杂工，工资并不高。不过啊，他最近登记的这个住址呢，是一个租金并不低的白领公寓。这公寓我们也去了，公寓管家说呢，前2天他这个钥匙就交回到管家这儿了，说自己呢是要出远门，要旅行，而且确实2天之内这个人没有出现过。从他的电脑里，我们查到了一份 Excel 表格，你们看，这全是他在斗来网上筛查的用户信息，非常非常详细，就特别奇怪啊。这个李安福呢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藏匿啊、销毁啊、处理证据的这种打算。会不会因为时间太紧，来不及销毁证据啊？突然辞职说去旅游，又正好是王雪出事那天，怎么看都像是看了新闻想要跑路。是有这种可能啊。不过我也查了他的身份证号，最近都没有乘坐公共交通的长途出行记录。也没有什么租用车辆啊、酒店登记的记录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他的身份证号办理的手机号早就欠费停机了。我知道大家都累了一天，挺辛苦的啊，咱们再坚持坚持，再接再厉啊。这样，你去跟咱们兄弟单位打个招呼，帮我们把整个全市的什么洗浴中心的网吧呀、按摩店、足疗店啊都拆一遍。看看有没有叫李安福的客人登记入住。好，你查出租车公司，你查所有网约车公司，看看这2天有没有李安福这个客人坐车出城的这种情况发生。好吧，好，来，走。在逐浪游泳馆南更衣室取一件东西。钥匙我放这了，我先走了。下班了，我们喝咖啡去啊。我的邮件是放在这里的。哎，小王。咱2个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如果说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，但是他却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啊？离他远点呗。我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大海捞针。你说这李安福总不能是再骗一女的，给他扫一共享单车骑外地去了吧？太扯了。有，文杰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喂，罗队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事儿想告诉你。其实李安福他不只是个诈骗犯，之前跟我们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但是，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电话要接啊，有时间我给你回过去。罗队，耗子在哪儿？丁子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李安福找着了？比你说那共享单车还扯，快走！
怎么样？不对，有的给你带吃的。哎呀，饿死了！我找机会跟大志换一件，他也没吃呢。他人哪儿呢？在酒店大堂守着呢。我们已经确认目标在1311房间了，是个套间，还有3名同伙，调监控发现的。我已经叫了增援。是个诈骗团伙啊。怎么发现他们的？我们就是通过走访出租公司找着的。前天呢，在路边有个人劫车要去东边的余江市，我呢就找到这个司机了，然后跟他核对了照片，确定是李安福本人。哎，你好，我们前面就到余江了，请问具体地址在哪儿啊？还是下高速有人接你啊？你先开着，我打个电话。哎。喂，我已经到余江了。再说一遍，你管我是吧？换地方也不提前说一声。这最后一次，别忘了是你求我办事儿。我们去哪里啊？掉头回去。啊？回青城市。后来司机就把他拉到了这家酒店。我了解完情况之后，带着大志就过来了。本来还怕打草惊蛇，想着编个理由跟前台从侧面打听一下，结果还没到酒店，就在旁边小吃街碰上他了，吃冷锅串呢。出了人命了还这么嘚瑟，心真大。没有庄文杰给咱们提供思路，就靠咱们在这儿解码代理服务器，想确定他的物理位置难着呢。没错。刚季真那边也给我发信息了，李安福他公寓的 IP 地址直接登录过其中一个诈骗账号，估计啊他是想把自己的真实 IP 隐藏在这么上千个代理伪装的 IP 地址里边，让咱忽略过去，想跟咱玩灯下黑。浩哥，我们到了。原地待命。哦对，人都到了。咱们动。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折腾出这么大动静，你他妈还有心思出去逛街吃东西啊？那么小心干什么？我们4个待在一个套房，越是鬼鬼祟祟，越显得可疑。我现在看见你怎么就这么恶心呢？这马上要办大事，你出去骗钱去了，还弄出人命了。我怀疑他是诚心的吧？啊，他诚心想把雷子弄过来，是不是弄死咱们啊？出了事你看着，红姐要不要你命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教训我？是你们红姐说等着看我的本事，我才拿几个小姑娘试试手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我做什么用不着跟他交代，我又不是他养的一条狗。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他说咱是狗，放开他！李安福，确实是我们把你请来的。但是你要是不小心自己把尾巴露出来，让别人逮住了，到时候别怪我们弟兄手狠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做这种事多少年了，哪次栽了？现代社会嘛，网络就有这个好处，你可以有无数个身份，把最真实的那个藏起来，没人能发现。楼层的结构已经都摸清楚了，2侧的消防通道都安排了咱自己的人，很好。1311的房间侧对着电梯间，酒店管理的人已经把9到16层的中层梯都给停了，防止有人突然上来干扰咱的行动，很好。
还有这上下3层的住客已经妥善安置。一会儿耗子跟我冲进去，您和双在外面堵着门，妥妥的瓮中捉鳖，根本跑不了。啊，你还真是成长了，继续努力，开始行动。电梯上线。电梯不是狗吃了吗？苏英，这女的干嘛的呀？省公安厅的苏英你不知道？跟咱罗队一个警校的，比他还小2届，弦儿一样大。我们女警里的这个，不是他这个他也不能说让咱停咱就停啊。我们布控布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盯这个人盯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你让我们说撤就撤，咱俩谁搅谁呀？你知道我们盯这帮人盯了多长时间了吗？你的贸然行动差点暴露了我们。我们这是我们的辖区。我是代表省厅在办案。我们就事论事，我们今天要抓这个李安福，他涉及的是命案，命案就是大案，就是要案，命案必破嘛，对吧？在我们眼里，命案也是大案要案。我告诉你，和李安福在一块儿的那些人涉及的案子更大。没有人告诉我呀。你确定要在这儿跟我聊案子吗？赵局，是我，对，我就在这儿。我先跟您汇报。好，你先讲。啊？不是，那您怎么没早？哦，您也是刚，没问题，理解，都是工作，完全明白。罗队长，哎，还有什么需要我解释的吗？苏队长这儿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？请您带上您的人离开我的布控现场。马上。陆队，咱们现在干嘛？离开这儿。离开这儿，咱去哪儿啊？青城大学。那咱去青城大学干嘛呀？我是不是要去哪儿一桩桩一件件都得跟你们仨报备一下啊？不用。我再说一遍，青城大学。
走啊！王雪的案子是由我们警方负责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别再掺和了。我这次来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要管，也不要碰，别给我们警方添麻烦，明白吗？只要是不违法的事情，不管我做什么，跟你都没关系吧？对，没关系。你怎么好赖话都听不懂呢？你是不是家传天然就对我们警察不信任？我相信你还是信任的。话重了啊，反正就是你多理解吧。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说。现在没这个必要了。再说你也未必信任我。你呀，文杰，罗队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赵局有个会议在楼上等你们。怎么没提前通知？哦。这个就是被盗渔夫王妃玲的内官棺椁。哎，报告，你怎么刚回来呀？这都等你半天了。没通知我们开会，我们完事就往回赶了。罗队长不是早收队了吗？怎么比我还晚了一步？堵车呀。苏队啊，你看小罗他刚回来，麻烦你再给回顾一下呗。没问题。刚才说到一半啊，那我就言简意赅给罗队长和各位同事再说一下啊。我们省公安厅刑警总队近1年来综合调查本省数起文物和艺术品失窃案，都与一个文物跨国走私集团有关。2个月前，余江市文物市场上流出几件马王坡古蜀渔夫王妃玲的墓葬品。经过我们摸排调查，加上余江市局刑警大队的全力配合，我们抓到了一伙盗墓贼。这帮人受重金雇佣，偷走了王妃玲的棺椁和其他墓葬品，而他们的雇主就是这个文物走私集团。那个，我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啊，就是想问一下苏队，您说了这么多，这都是走私集团的案件，但是现在我们现在负责的是诈骗这个2个案件。别着急啊，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左边这3个人。是走私集团的成员，马有芳、张猛和于田，绰号分别是马杆、厨子和糖果。他们受一个叫红姐的人指挥。很遗憾的是，我们暂时没能掌握红姐的真实身份。这3个人最近从余江到了青城市，就住在我们刚才碰面的嘉丽宾馆。那不就是李安福跟这事儿也有关系？没错。他们在宾馆里和李安福见了面，我们怀疑李安福会参与他们的后续计划。什么后续计划？是这样，渔夫王妃玲的棺椁，据史籍记载，重达数十吨。该集团想要出手，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想知道他们把珍贵文物藏在了哪里，同时也想顺藤摸瓜，找到3个人背后的红姐。这是一起大案，所以刚才真是不得已，才叫停了你们的抓捕行动。罗坚啊，苏队他们下面的工作需要咱们的大力配合。是，肯定配合。虽然咱们的电信诈骗案取得了重大进展，但是为了防止嫌疑人有所察觉啊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，赵局，就是我们现在手头负责的这个电信诈骗这一块呢，死人了，
您说我们如果现在就停到这儿，我就怕家属这块可能会有点着急，因为我们需要尽快给人一个说法，包括赔偿啊，包括死因呐，这些东西都要在社会上对我们这个公信力是吧？人肯定是要抓的嘛。那个李安福有咱们2方面的人看着呢，他跑不了。明白了，赵局。那我现在去把李安福整个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做一个汇总，你给我做下。罗队长，到。我是真心需要你们的配合帮助。其实这个文物走私集团不光涉及到李安福的案子，跟你们之前查的案子也有一些联系。哪一个呀？月神案。月神案里的嫌疑犯李淑婷，不久之前曾在余江市跟这3个人见过面。我们怀疑李淑婷为这个集团做事，或者至少是合作关系。除了李淑婷，我们还有一条线索，大家看一下最右边的照片上，这个男的绰号苍蝇，上周因为伪造艺术品被我们抓获，在审讯过程中，他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。张莹，我们在你的工作室里发现了一套国外订购、价值不菲的红外扫描仪和有机玻璃切割仪器。我们查了一下，这好像是医学机构做义眼用的。你用这个干什么？交代清楚。是一个叫丁生火的人，他找到了我，让我给他伪造2样东西。丁生火找苍蝇做了一份掌纹模型和一份切割仿生虹膜，这2样东西他依照约定带到了青城市，放在了一个叫逐浪游泳馆更衣室的9527号柜里。逐浪游泳馆。这位同事有什么问题吗？大点声。昨天呢，我按照罗队的要求去梳理李淑婷摩托车的行动轨迹，在案发的前一个晚上，华苑路的一处摄像头拍到过这辆摩托车。华苑路有一个游泳馆，就叫逐浪。这就对了啊！苍蝇为丁生火做了掌纹和虹膜，极有可能是想要交给李淑婷的。我看过卷宗，押运月神之类的密码盒应该是用掌纹打开，那掌纹模型应该是他们的重要作案工具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有2点疑惑了。如果李淑婷有打开盒子的掌纹，她为什么不在清安未达或者是押运途中就动手，非得等到项链交付后才调包？显而易见，后者危险更大，对吧？关于这个哦，还有一个，2个案子卷宗里没有任何跟虹膜有关的信息，那他们要这个虹膜到底是干嘛用的？关于这2点疑惑，我需要马上提审丁生火。罗队，配合，一定配合。我多句嘴啊，这个丁生火呢，我们跟他过招，审了几次，反正比较艰难啊。赵局知道，就是审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感谢提醒啊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哎，你说。睡莲案和月神案的卷宗里提到了一个叫庄文杰，对，一个叫庄文杰的大学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，是吧？罗队能不能引荐我认识一下？你是不是家传天然就对我们警察不信任？可以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好。爸爸！哦，爸爸，
你等等我，我快走不动了。看这边，臭小子，来，爸爸背你。哎呦，爸爸真好。走喽。这个东西啊，是我爷爷留给我的。最近呢，走时不准了，我就寻思着是不是年月太久了，这里边有锈啊，我想找人给我清理一下。我都找了7、8家店了，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这个钟表齿轮上的死扣。您这是我最……这弦呀，不能上得太紧，太紧了容易坏。人也一样。哎呦，开了开了！哎呦，您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喂，这两样东西他收到尾款后，依照约定带到了青城市，放在了一个叫逐浪游泳馆更衣室的9527号柜里。嚯，你这手机碎的？啊，刚才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。你今晚干嘛了？是做运动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这个心跳和血压怎么都那么高1号晚上12，去更衣室取。12点，这都过了。你要的东西，我已经帮你搞的了。谢了啊。红姐让我问问你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就让红姐放心吧。等下次出手，我就能彻底把那个女人拿下。到时候让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那事成之后，做好你该做的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我倒是懒得操心你们的事儿。不过红姐现在连红魔都没有拿到，一切都在红姐的计划中，拿到红魔只是早晚的事儿。
到底是想站在哪一边啊？我过去跟你说过，想要摆脱黑暗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在有光的一边。也就是最近有点糊涂啊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说你庄文杰到底想让自己站在哪一边？罗队，我有点不明白，您今天找我来说这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想来问问你，说你住院期间都去哪儿了？有没有拿过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给谁了？或者你藏哪儿了？有没有？这个东西不简单啊，而且这个东西对于你还有你周围的人，可能都是一颗定时炸弹。什么东西啊？住院的时候我可是哪儿都没去过。油盐不进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行，罗队，我觉得您要是有时间来我这儿问这些有的没的，您不如多花点时间在李安福身上。王雪的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呢。因为李安福这个案子很复杂，他对王雪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单纯，所以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电信诈骗，听明白了吗？这当然不是电信诈骗，他把人都害死了。我知道。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有必要把一步一步查案的进展我都要跟你汇报吗？我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在调查呀？那就麻烦您赶紧去调查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。因为丁生火可能是跟很多事儿都有那么点关系。你呢？现在倒成了一个被抓起来的人，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！甭管他给你什么承诺，你自己不能上当。你爸爸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，他们的案子早就结了，你呢？你还年轻，你不为自己未来考虑考虑？我自己的未来用不着你来操心。罗队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特别对，我就是不信任你们。丁生火跟我爸是仇人，他之前还想害死我呀。你觉得我有可能受他摆布吗？那你上游泳馆干嘛去了呢？我已经在游泳馆的地上发现你手机碎屏的玻璃碴了。你跟丁生火你们俩打哑谜，他给你交代了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拿没拿掌纹？拿没拿虹膜？什么掌纹？什么虹膜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罗队，你要是真的把我当一个嫌疑人来对待，你就把你的搜查令拿来，我家就在这儿，你随时想搜查就搜查。还有，你怎么就知道那玻璃碴是从我手机屏幕上掉下来的？你不觉得你这个逻辑有点太不严谨了吗？庄文杰啊，我会一直盯着你。如果你一门心思往黑处撞，我饶不了你。但是如果你选择光，我会陪着你。感谢您的提醒，但是我已经成年了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。